中国版核动力鱼雷设计思路和俄罗斯有什么不同？核常兼备是浪费了实力，还是因为体系更完整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前一段时间我们说过，俄罗斯的核动力鱼雷波塞冬，就是一发射出去能带着核弹头在海上高速溜达好几个月，让美国处处设防还很难防御的那个。而南华早报前几天的一篇报道称，中国正在发展自己的核动力鱼雷。南华早报这么说，是因为在中国的水下无人系统学报上，有人发表了一篇公开论文，其中中国的科研人员提出一个概念，说可以研制鱼雷使用的一次性核反应堆，利用这种微型的核动力装置，让鱼雷以超过30节的巡航速度持续航行200小时。在最后阶段，鱼雷把反应堆抛弃到深海，启动电池，发动常规打击。我一看这个思路，有点像一个水下的2级导弹或者是核动力无人攻击潜艇。巡航段呢要求速度不高，所以用了一个输出功率不大的微型反应堆。等接到指令发起最后攻击的时候，再把这个反应堆抛到深海，减轻重量，然后启动电池，进入高速冲刺阶段。现在很多鱼雷在最后阶段能到50节速度已经不稀罕了。如果再对比一下中俄两种思路，我们不难发现，双方考虑的作战对象好像明显是不同的。俄罗斯的波塞冬用途很明确，就是带着大当量的核弹头进行战略核威慑、战略核打击。如果针对的就是对方的港口或者是城市，也不需要什么精确指导，最多是定期上浮到通讯深度，利用数据链接收一下指令，通过格罗纳斯或者是别的导航手段修正一下自己的航线就可以。而中国科研人员设想的鱼雷，仅仅考虑200小时的航行和30节巡航速度，而且要进行末段冲刺，看上去更像是希望鱼雷体积小一点，不需要专门的平台去携带，并且呢核常兼备，能够携带核弹头进行战略核威慑，也能够带常规弹头对敌人远距离的水面舰艇进行打击。用核弹头去打对方沿海城市很好理解，去干掉对方一个编队也可以理解，但是要鱼雷带着常规弹头航行200小时去打击一个目标，恐怕这个目标必须特别有价值，否则这种鱼雷的效费比说不过去。比如说，我们可以让这种鱼雷去打躲在东风26射程之外的对方航母编队，如果能够干一艘航母下来，那么这个效费比当然是可以。而实际上，如果真的要这么用核动力鱼雷，恐怕还要解决几个战场的体系问题。首先，我们这个鱼雷航行速度是30节以上，这个速度呢算是比较慢的，航行上100个小时，对方舰艇恐怕已经开出去几千公里，所以必须有能力预判对方的航行路线，规划好我们这个鱼雷的截击路线，然后通过数据链把航行指令发给鱼雷，让鱼雷沿着截击航线靠近目标，然后再发起自主攻击。但是如果对方中途改变了航向，就有可能逃出鱼雷的截击区，因为我们这个鱼雷巡航段速度只有30节。而要保证杀伤目标，恐怕需要多枚这样的鱼雷一起发射，形成一个宽大正面，对方舰艇离开这枚鱼雷的截击区，就会进入另一枚鱼雷的截击区，这样打击才有保证。这种方法有点类似潜艇的分区游猎。另外，和弹道导弹打航母一样，鱼雷航行中离不开卫星数据链支持，这就要求鱼雷定期在通信深度去跟卫星保持联系，卫星呢则必须能够长时间保持对目标的跟踪，并负责向鱼雷广播目标的位置和运动参数。由于这个过程时间特别长，对卫星的要求反而比弹道导弹打航母更复杂，所以这个设想可能只是技术人员从技术角度考虑问题的结果，战术上的可能性还不一定成熟。但是抛开这种核动力鱼雷的战术可行性不说，能有这个设想，可能意味着中国的水下核动力装置小型化、微型化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。好，关于南华早报所报道的中国核动力鱼雷到底靠不靠谱，今天呢我们先猜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谈。